弗吉尼亚州位于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是美国最初的13州之一，曾在1861年反对取消黑奴制度，转而投入南方政府的怀抱。后来手下的小弟都不听他的，纷纷脱离，最后没办法，在1863年6月20号加入联邦。今天的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弗吉尼亚州和西点军校齐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关注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全名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简称 VMI， 在1839年11月11号创立，是美国第一所州办军事学院，地址位于弗吉尼亚州列克星顿市郊。第一任校长史密斯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这位校长估计也未曾想到，这所州立军校竟有一天能和自己的母校相提并论。弗吉尼亚军事学校的办校宗旨，并非单单是为美国军队提供人才。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的学生，并不都会选择参军，而是在完成规定的预备役后，就会离开军队，参加自己想要从事的行业。通常只有1/5的毕业生会继续在军队中服役，等到国家遇到战争的时候，再贡献自己的力量。当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有1300人左右，教员70%以上拥有博士学位，课程大致分为5类：军事史、战术、技术、领导统御、兵器。要求学生在4年内必须学会手枪、步枪、机枪、坦克和飞机等轻重武器的使用。他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受教且道德高尚的人，在国家发生困难时出手。以此看来，军校的其他训练都是其次的，人格培养是最主要的。这也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出名的原因。培养人格最重要的一点是诚实。无论国内外各大名校，抄袭作弊多多少少都是有的，更是更加恶劣，用别人的劳动成果来为自己人。比如去年就有人卧薪尝胆，在顺利毕业后弄出来了几10页的 PPT 来告侵犯自己权益的导师。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考试和作业报告都是要签名，如果曾经和别人讨论过这个考题或者项目，就要把注明讨论者和内容是否采用他人意见等。在考试的时候没有人监考，可以自己选择考试的时间地点。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于不少大学来说都是很轻松的了，让自己管自己。而对于自制力不强的人来说，自己管自己相当于放长假了，爽得不能再爽。除了自我要求外，就是要检举不遵守规矩的同学，要不怕报复，不怕结怨，做得光明正大。如果是少数人还好说，多了的话就难搞了。如果顺利取得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证的话，除了身体素质和学习成绩外，说明你人也没太大问题。当然这个不是100%的，如果是那样，岂不都是圣人了？说完思想上的，我们再来说说和军队方面有关的东西。和众多军校一样，会有年终考核、荣誉榜这些，这是对艰苦训练学生的肯定。1年级的学生被称为老鼠，除了基本的学习任务、体能训练，还要接受老油条的磨练。单独搞体能了，重点训练个单科目了，还要背诵每周的菜单和学校的历史。这一阶段是纠正新学员身上的臭毛病。入了军校，那就要遵守军校的规矩。这个时候犯错，有人纠正你。等到2年级时，鬼才想理你。不再是老鼠之后，就成了训练老鼠的人。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你。如果你不够优秀的话，入学的新生也会瞧不起你。2年级、3年级、大4快毕业了，又怎么样？不服就是不服。下面我们介绍几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有关的知名将领。托马斯·杰克逊，他被称为美国内战的唯一英雄。在1861年4月17号，他负责训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新兵，用铁一般的纪律和严格训练，将一支农民武装打造成了一支精英部队。后来他和所部士兵表现优异，他的弗吉尼亚第1步兵旅被称为10强旅。在南北战争期间，10强旅参加了39次会战。内战结束的时候只剩200多人，军官几乎全部牺牲。5星上将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马歇尔在从军校毕业后就去菲律宾投靠了麦大帅。到1914年的时候，他已经在14个不同的地方服役了，在岗位上表现良好。后来一战爆发，他被授予临时中校衔参谋，后来因为表现优异升为上校。在一战结束后，他担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的助手。不过在他凯旋回到美国后，他的战时军衔被取消了，以上尉军衔继续在潘兴手下任职。之后被升为少校，但依然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当了18年只是个少校，而且还是参加过战争的。不过好在他跟了一个好领导，
在潘兴升职后，他也跟着升了。之后，他又去到野战部队担任职务，充实自己。在北洋时期被派到中国天津，后来他遇到了真正的贵人，一个确定日后美国霸权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任命他为陆军参谋长，授予少将军衔，暂领上将军衔。在此之前，他只是准将，准将衔再加上他这个年纪，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上升空间了。罗斯福让他整顿军队，扩大军备，准备打仗。在马歇尔上任的3天后，纳粹德国闪击波兰，虽然美国没有马上参战，国内孤立主义盛行，马歇尔选择信任自己的总统，整兵备战，加快生产武器装备，支持罗斯福的援助英国的战略。他和罗斯福经过千难万阻，争到了9亿美元的拨款，将陆军和国民警卫队扩编，更新武器，对战争一方的支持让罗斯福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压力。在2年后，有人出来帮他解了围。在1941年12月8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二战。之前反对战争的人几乎已经没有几个了。在美国卷入二战后，美国军方高层不少人因为珍珠港事件受到处分，但马歇尔没有任何影响。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战争机器全速运转，一支所向披靡的机械化军团出现了。不仅如此，各种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向盟国输入。在1944年，马歇尔晋升为5星上将，之后拒绝当总统候选人，和美国从未有过的军衔陆军元帅。此时他已经64岁，在次年退休。在二战时期，也有不少中国人加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比如被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他生于清光绪26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去到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桥梁公司当了4个月的工程师，然后考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毕业后又周游各国，丰富自己的见识知识。在1928年回国。在1937年，孙立人所在的税警总团第4团参加淞沪会战和日军交战，多次挡住日军进攻。在战斗中，孙立人为了夺回丢失的阵地，遭到迫击炮攻击，身上13处创伤。在昏迷了3天后，被送到香港接受治疗。在1942年4月，他远赴缅甸，取得了著名的仁安羌大捷，这是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败了数倍于己的日军，轰动全球。这位孙立人赢得了3个国家的3枚勋章，蒋介石给他颁发了4等云辉勋章，罗斯福为他授予了丰功勋章，英国的乔治6世授予了他帝国司令勋章。之后，孙立人的部队接受全美式装备以及训练，孙立人指挥的新38师屡克强敌，战功卓越。不过后来的解放战争，他因为和杜聿明不和被调离战场，在1948年被派到台湾，1954年因为兵变事件被蒋家父子软禁，直到1988年才恢复自由。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